5年前，我们曾探访中国的装备制造领域，见证了充满智慧的机器制造故事。5年后，我们重返中国制造现场，一个个国之重器继续铸就着这个国家前行的每一个脚步。这是创造历史性辉煌的5年。作为世界第1制造大国，中国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，有220多种产量位居世界第1。115家中国企业进入世界500强榜单。创新驱动的战略下，5年来，中国科技进步贡献率从52.2%上升至57.5%，国家创新能力从全球第20位升至第17位。中国制造2025的动员令发出，制造业与互联网深度融合，智能制造为经济注入新动能。中国的战略新兴产业已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%。中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4G 网络，互联网用户7.51亿人，总数世界第1。站在历史新起点，中国向现代化强国进发。这个东方大国做出了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、网络强国的战略选择。质量、效率、动力将在这片土地上锻造出怎样的国家脊梁？新的篇章已经翻开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每一个重器的诞生，都离不开制造加工它的重型装备。辽宁大连的这个车间里，3台100万千瓦级的核压力容器并肩排列。这是全世界唯一一个能实现流水化作业的核压力容器生产工厂。压力容器被称为核电站的心脏。这种巨型装备的整体精加工，几年前中国还无法完成，因为没有能够加工它的巨型机床。正在吊装的是由中国自主研发的第3代核压力容器华龙1号压力容器。接下来的20多天里，它将进行最后的整体精加工。华龙1号压力容器高10.8米，重380吨，它的加工精度执行的是全球核电装备的最高标准。执行任务的是16米高的立式机床，中国自主研制。王刚是这台超级机床的操刀手。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讲，当你自己拥有这个东西时候，肯定有点自豪感。整体精加工，首先从压力容器顶端的密封面开始。王刚乘坐电梯上升10米，到达16米立式机床的工作面。加工开始前，王刚将1角乘95度的刀具安装在刀架上。刀具的1角就是刀刃。精加工是一个逐渐精细的过程，这需要机床一刀一刀的连续切削72个小时，才能保证密封面的整体平整度，误差不超过0.05毫米。拉这个平面度必须0对0，就是一道不差。
机床是工业之母，机床的制造能力考验着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。早在11年前，中国就将高端数控机床列为国家重大专项。最近5年，国产中高档数控机床市场份额达到60%以上，高端机床的出口不断增长。现在，石油化工、航空航天、能源储备等领域，凡是制造大部件所需的超大规格重型机床，中国都能够自己制造。等一下啊，我调整一下。每隔2个小时，王刚就要更换一次刀具。现在王刚更换的第13个刀具开始工作，但新的刀具换上不久，在电脑前仔细观察各项数据的王刚，听到了一丝异响。走一段可能刀片会松，一松，刀片就掉下来，落的过程中就挖进去了，就是个我们的力车叫一挖刀就是一圈，这个活就废了。发热发松的刀具随时都可能将压力容器割开一个豁口，这对压力容器的密闭性是致命的。王刚是全世界为数不多的掌握大型部件整体精加工的技术工人之一。人与机器默契配合，机床就像王刚自己身体的一部分。它量就大了，那个中间那个下来膜有点发黄。及时更换刀具，车床再次启动。72小时后，密封面精加工完成，精度0.01毫米的百分表显示，王刚加工的密封面平整度，整体误差没有超过0.04毫米。老有成就感了，因为能达到那个水平，肯定是有一种喜悦感的，比那女孩手呢更光滑。这是王刚加工的第18台压力容器，他和同事们生产出的压力容器已经装到了70%的中国核电站里。核电技术的每一次升级，都让这些年轻人成长。现在，他们已经成为中国高端装备制造的中坚力量。特别是总书记3年来评价我们这个公司技术、工人是企业的宝贵财富。2017年8月，第1台华龙1号压力容器正式出海，它的目的地是4000公里外的巴基斯坦。从蒸汽发生器、压力容器到气轮机组，中国主要核电装备的综合国产化率超过85%，仅最近5年就提升了5%。作为全世界唯一一个30年没有间断核电站建设的国家，中国核电体系建设锻造出的不仅仅是一个个大型部件，更锻造出了中国装备制造的一个个新生力量。装备制造体系和人才体系托起的，还有让这个国家奔跑起来的新引擎。这是中国第1列标准动车组复兴号。1列标准动车的组装分为车体、转向架、总装3部分。3条生产线上，14000名工人要安装列车上7100多种，总计55万多个零部件。中国高铁的研发，至少拉动着30万家零部件企业的发展。他们托起了冶金、轴承、型材、精密仪器等数十个高端装备行业的自主创新。复兴号涉及的高速动车组254项重要标准中，中国标准占到了84%。与日本、德国等高铁强国相比，今天，中国之所以能在高铁技术领域不逊色于任何一位竞争对手，靠的是60多年来形成的庞大制造体系。
东北长春被称为高铁大脑的网络控制系统在这里取得突破。华东青岛高铁的系统集成、转向架等核心技术在这里实现中国创造。华北唐山首辆国产化 CRH3 高速动车组在这里下线。华中株洲被称为电力机车之都，高铁之心就从这里澎湃而生。围绕着高铁机车，中国22个省有700多家企业参与了技术的研发和配套。湖南株洲，中国最大的轨道交通制造集群，这里聚集了轨道交通装备企业320多家。牵引变流器，复兴号的心脏，它由1152个 IGBT 芯片组成。这种只有指甲盖大小，能让高铁平稳运行的 IGBT 芯片，3年前中国取得突破。它们不只用于高铁，还用于智能电网、航空航天等领域。眼前这条生产线是全球第2条 IGBT 生产线。智能线的生产时间比原来缩短了70%。好，过来了，第一个我不知道。复兴号上，动车组9大关键技术10项配套技术，由包括株洲基地在内的全国4大基地逐一突破。山东龙口，中国最大的轨道交通旅行材制造基地。边梁是连接列车侧墙和地板的大部件，机车的边梁有25米长，结构复杂。中国自主研发的第1台10000吨级旅行材挤压机，它可以实现复杂结构大部件的一次成型。它的挤压力最大可以达到13500吨，上千吨的铝锭在挤压机里会像面条一样柔软。这样的速度慢点。挤压全过程要控制温差不超过50度。如何控制温差，是此前德国、日本制造巨头的核心机密。今天，中国工程师用挤压速度的快慢，成功解决了这个难题。挤压速度控制在每分钟4米，边梁一次挤压成型。挤压成型的边梁被送往200多公里之外的青岛，那里是中国高铁的梦工厂。这里1万多名技术工人创造出了让世界震惊的中国速度，平均每4天，这里就能制造3列中国标准动车组。车体制造是整个制造中最基础、最首要的环节。焊接组要将车体的尾部、车头、车顶和两边的侧梁和侧墙焊接在一起。全长25米的车体，变形不能超过5毫米。为了确保车体焊缝对称收缩，自动手臂焊接外部焊缝时，车体内部的人工焊也必须同步开始。这是车体30年使用寿命的质量保障。4个人同时作业，从车体中间开始向两端焊，大家行进的速度要始终保持一致。就是这些中国工人，铸就了中国高铁世界第1的基石。2.5万公里的营业总里程，超过了第2至第10位国家高铁里程的总和。到2020年，中国高铁总里程将增长到3万公里，覆盖80%以上的大城市。8纵8横高速铁路网的宏大蓝图，正在向远处延伸。党的19大报告呢，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，重点还是要把发展实体经济，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。那么我们认为呢，这个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，
是技术创新的主战场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方面。所以，抓好制造业的发展，实际上是发展我们国家实体经济，这个题中应有之义。从四川盆地到世界屋脊，海拔累计落差14000米，中间被纵贯南北的横断山脉阻隔。在这个人类星球第一大台阶上修建铁路，这是中国人的100年梦想，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具挑战的铁路工程。今天的中国正在将它变为现实。成都至雅安的路段上，川藏铁路东线工程正在全速推进。工程师黄元平要和他的同事在2天里完成以往4天的桥梁架设任务。速度太快，牵引力也大，机械化程度高的，机械化程度高，这里是被称为天漏的多雨地带，工程人员必须在夏季暴雨来临之前完成施工。前所未有的施工速度，挑战着中国工程装备。3台180吨全地形轮式运粮车，向着川藏铁路第1座特大桥齐岗村特大桥施工现场挺进。车上是32米长、150吨重的梯形梁。这种中国自主设计制造的轮式运粮车，从根本上改变了铁路桥梁只能依靠轨道运输的作业模式。施工现场，运粮车将箱梁直接运至架桥机下方，实现对接。好，来走吧，走。从运输到吊装，80分钟全部完成。这是目前全世界最快的架桥速度。世界之最的创造，不只归功于轮式运粮车，更为关键的是它背后机械集群的强大支撑。距离齐岗村特大桥施工现场仅1公里，名山粮场600多名工人组成的8个专业班组，正有条不紊地进行制梁作业。把制梁工厂建在施工现场，压缩运输距离，这是中国首创。1小时内，在自制的钢筋预扎架上，一片桥梁的主体钢筋结构就可以绑扎完成。2个小时，20个制梁台可以同时安装上钢筋骨架。不到3个小时，自动计量搅拌站就可以完成一片长32米、重150吨的梯形梁浇筑。整个过程全都是流水化作业。1天之内，这个梁厂可以制造出10片梯形梁。整个成雅段41.18公里、26座桥、1864片箱梁，都将在这里完成。而这些预制工厂本身，也是川藏铁路提升施工效率的秘诀之一。按照设计，梁厂的最后一批箱梁将就地举升，未来这些预制工厂都将变成车站。何娘泽，川藏铁路的设计师之一，让川藏铁路全线1800公里的36个车站，在施工期间承担加工厂的任务，这也是中国设计师的独创。不浪费1寸土地，
更能最大限度地保护环境。何娘泽打开的这张长达20米的图纸，是中国最早的川藏铁路路线勘探图，绘制于上世纪50年代。那时候难以想象，交通又不便，怎么进去的？我们这个2院的这些老前辈，你看这图全都是繁体字啊。泛黄的手绘地图，是3代中国铁路建设者追逐梦想的开始。受制于当时落后的装备和技术，梦想一搁置就是60年。高原之上的西线工程，图纸上只标出了水文和地质的大概参数，施工方案始终未能成型。川藏铁路的西线工程要比东线复杂得多，高海拔、大落差、雪崩、滑坡、岩爆等脆弱的生态环境，多达上百种的复杂地质状况，是铁路工程建设史上极少遇到或从来没有遇到的难题。西线是万山叠嶂的横断山脉，大型设备根本无法进入。要在这里顺利施工，汇聚的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力量。中国工程师逢山开洞，遇水搭桥，独有的中国工程方案，成功解决了8起8伏的高落差难题。这种适于高原施工的装载机，瞬间推力可达50吨，是全球独有的高原工程利器。这种一体式带模注浆机，喷浆在10秒内可以迅速凝固。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隧道支护喷浆。川藏公路上，大批的物资通过专门的高原运输车，源源不断地进入藏区。西线上最多的是隧道工程，仅拉萨到林芝段就有47座隧道。令达拿隧道在推进到1.5公里的时候，遭遇软岩大变形，隧道的变形长度达到17米，嵌入墙体用于加固隧道的钢筋正在脱落，隧道顶部已经下沉26厘米。随时有塌陷的危险。所有的难题，都是对中国工程机械装备的考验，更是对人才实力的综合验证。你这是挤出来以后，这个掉块的吗？掉块。哦，最早发现这个还是很严重的。前面有个站壳在这里面，如果张开嘛，站进去之后，然后再施加个力，它站壳就站开了。啊，我们后面再挖加个垫板，加个垫板之后呢，你就可以施加运应力，运应力嘛，运应力它就可以主动约束作业。为了抑制大变形，全国几10家设计施工单位此时都已整装待命。隧道之上900米的山顶，勘测团队利用绳索取芯钻机，取出地下1000米的地质样本。样本的疏松度分析是决定隧道里使用何种支护设备的基础。在成都，工程测试团队对8种岩层样本进行应力检测，这可以确定支护设备施工的最佳角度。在北京，来自全国的10几家技术攻关团队，根据前方采集的数据，分析抑制大变形所需的支护装备数量。短短2天，工程师们给出了解决方案，使用最传统的锚杆，但所有的技术诀窍都在这个只有10公分长的
锚杆杖壳头上。插入进去过后，用琉璃板上去把它施加一点点力，使前面的杖壳头张开，让这个锚杆提前受力，抑制这个软癌的这个早期变形。开走。借助新式杖壳头，锚杆可以穿透至少20层铅煤岩。整个支付方案每一个数字都经过了精确模拟计算。按照专家们给出的方案，锚杆需要呈30度斜角，按每分钟0.1米的钻进速度打入岩体。拉拔测试显示，70千牛的拉力，锚杆纹丝不动，岩层大变形被成功抑制。我们有能力解决任何问题，有能力实现中国人自己的100年梦想。川藏铁路预计2026年将全线贯通，从成都到拉萨仅需13个小时。它将成为中国西南地区最为重要的交通大动脉。未来8年，数十万铁路建设者、上千种、近100万台工程装备，还将在川藏铁路沿线大展身手。他们将创造人类历史上最为壮观的奇迹工程。装备体系、技术体系、人才体系。中国的先进技术成果要与全世界分享。孟加拉国首都达卡，世界上最拥堵的城市之一。横穿达卡城的帕德玛河，是哺育当地百姓的生命之水，但也是这个国家南北经济的巨大阻隔。亚热带丰沛的雨水让帕德玛河时常泛滥，运输也会随时停摆。一座6公里长的跨江大桥——帕德玛大桥，已经开始在中国工程师手中建设。这座公铁两用大桥建成后，不仅将连通孟加拉国南北，还将成为孟加拉国直通中国、缅甸、印度的重要枢纽。这是孟加拉的1000年梦想之桥。第一个重要的工程节点来临了。工程师沈涛和他的同事要把一根世界上最长、最重的钢桩打入帕德玛的河床中。在帕德玛河上建桥，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。孟加拉国属于典型的冲积带，帕德玛河床下110米的地方，依然是疏松的沙层。在这里建设大桥，桥墩的主体结构钢桩，至少要达到120米的长度，才能确保大桥稳如泰山。可以。正在起吊的这根钢桩，长71米，重310吨，这是120米钢桩的第一部分。可以往里面收一点吧，这个。这是一个让世界瞠目的施工方案。中国人要把120米的钢桩分成2节进行组合安装。因为世界上既没有任何起重设备可以完成120米长的巨型钢结构部件的竖直吊装，而且也从来没有将一根钢桩分成2段施工的成功经验。今天，
中国人要把理论上的施工方案变成现实。夜幕降临，第一根钢桩即将入水。30多名工人正用钢缆将钢桩拖拽成倾斜的姿态，固定在导向架上。中国工程师自主设计的导向架，在3级定位控制下，可以将钢桩定位精度调整到20毫米以内。钢桩要沿着导向架倾斜下滑，以10度的倾斜角度入水。这是入水前最关键的时刻，角度稍有偏差，都会影响未来钢桩的受力。4条直的腿的话，那个板砖会容易翻的。那如果用是一个斜的4条这个腿的话，它会有个水分粉底把它撑起来，那这样会相对要稳固一些，稳定一些。首节钢桩按照预定角度完美入水。此时，这个形似铜铃、重达380多吨的2400千焦液压打桩锤，已吊装到钢桩的顶端。这个大功率液压锤是为帕德玛工程专门设计定制的，它将把钢桩打入河床深处。技术员正密切关注风速、流速、电压的变化，每一个参数都会影响打击力度。这将是世界上首次超长、超大直径的钢斜桩插打，以多大的力将钢桩打入河床，全世界都没有可以借鉴的工程数据。然后60的话，可能比较可能，它最小就是60吧。根据今天的气象参数和沈涛他们上百次演练的经验，第一锤打击力度定为60千焦。这边已经准备完毕，随时可以开打。请用最小能量60千焦，单击一锤。3连击看一下。3连击。根据不断变化的风速、流速，沈涛他们需要不断调整打击力度和速度。20个小时连续作业，帕德玛跨河大桥第一根主墩底节钢桩成功嵌入河床。此时，长50米的第2节钢桩也已经运达指定位置。这一次，2节钢桩要在空中完成对接，这是整个施工过程当中风险最大的时刻。起重船要始终吊着第2节钢桩，让它悬停在第1节钢桩上方。2节钢桩的接口要控制在5毫米之内，才能确保焊接顺利进行。帕德玛河夜晚的风速和水流比白天平稳，焊接选择在夜晚进行。悬空焊接只能由人工完成。20米高的平台上，3名焊接工人要将2节钢桩融为一个整体。他们要打破的是100米钢桩无法施工的国际魔咒。2节钢桩的接口深度达6厘米，最内壁的接口缝隙只有5毫米。完成这种焊接，采用的是堆焊。焊枪伸进6厘米深的内壁，工人必须长时间弓下腰身，手上重达4公斤的焊枪也要保持固定的角度，匀速移动。任何一点大的摆动，都有可能导致焊缝变形而前功尽弃。
钢桩周长将近10米，焊接整整持续了9个小时。下一关，考验的是焊缝的强度。焊缝必须达到甚至超过钢桩铜体本身的强度，才能经受住锤击。液压锤击打钢桩的声音，再次在帕德玛河上响起。这一次击打的时间要比第一次多出近4个小时。焊缝能否经得住考验？所有人屏住呼吸。长时间的击打，长度近10米，厚度达6厘米，宽度达5厘米的焊缝，没有一丝裂痕。历经48小时，总长120米，直径3米，总重550吨的全球最大的桥梁主墩钢桩，稳稳地嵌入河床120米深处。这是来自中国的600名工程师和技术工人，70余台设备组成的装备集群创造的世界新纪录。合抱之木，生于毫末；9层之台，起于垒土。在迈向制造强国的征程中，一个体系的形成，往往需要数10年的持之以恒。尖端技术更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积累。这是令全体中国人激昂振奋的一刻。中国自主研制的第1艘，也是世界上载荷量最大的货运飞船天舟1号顺利升空。中国向空间站时代迈出了极为关键的一步。而它背后的幕后英雄，也是一支超强战队。远望7号就是其中的实力猛将，他是天舟1号的导航员。那你就是这样的，那你再看一下，它现在主机不还开着吗？看上面能不能感觉到这个震动？就是明显的半松状态。这是天舟1号发射前，远望7号起航的前夕。李仁龙和他的同事登上12米高的测控天线，进行出航前最后一次设备检测。稍稍动一下天线，不要太过，稍稍动一下就行了，就是我们动佛仰嘛，是吧？这台测控天线和另外一台10米高的测控天线，它们是与天舟1号对接的通天神器。这台测控天线搭载了 S 频段和 X 频段2个测控频段，让远望7号测控范围远至月球。远望7号装载着947套世界最先进航天测控设备和船舶设备，比远望6号多出了100多套设备，是名副其实的海上科学城。航天领域实际上是一个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一个领域，我们的国家完全是依靠独立自主、自力更生这么一种状态。满舵左。远望7号正式起航，它要在广阔的太平洋上引导天舟1号进入预定轨道。中国是继美国、俄罗斯、法国之后第4个掌握远洋测控技术的国家。在150多次的航天发射中，远洋测控成功率达到100%，位居世界首位。自主建造远洋测控船只，中国工程师用了40年。今天，远望7号的独立远航能力可以覆盖太平洋、印度洋以及大西洋南北纬60度以内的任意位置。
风力在7到8级，浪高3.5米以上。根据专利气象会商结果，建议从热带低压的右侧快速通过。大风浪航行部署，大风浪航行。4月的太平洋，气候变化无常，距离到达指定海域还有300海里，一股强气旋以时速70公里的速度呼啸而来，考验着远望7号的航行动力性能。法定。甲板之下，动力监测中心具有全世界最先进的监控系统。轮机部部长向卫东和同事们全力保障着风暴中的航行动力安全。经过40多年的发展，中国远洋系列的动力监测控制系统已实现全面突破。它的信息化、集成化、智能化都是全球最高的。这是一个举一国之力完成的积累。远望7号装有全球最先进的智能化感知安全监测系统，船上动力设备上1万多个监测反应器，通过总计900公里的电缆连接。我按一下机控，电按一下机控。动力舱中，主机、传动设备等600多套设备，每一个的运行状态都会实时传回这里，任何异常情况都可以提前排除。远望7号无惧任何风险。远望7号成功穿越危险气旋，抵达指定海域。接下来，要为天舟1号升空做测控准备，任务更加艰巨。动态追踪测试信标球，难度丝毫不低于测控天舟1号货运飞船。信标球随风飘动，没有固定的飞行轨迹和速度，按照要求，测控系统要在5秒内捕获目标。风力6级，信标球迅速升空，巨型测控天线转动，仅3秒，测控室就捕捉到了信号。这种海上标校技术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在北京，在海南，在太平洋上，所有人都在等待着发射的时刻。承载天舟1号的运载火箭，以每秒7.9公里的速度飞向太空。远望7号要在火箭发射后7分半钟左右，在太平洋上捕捉火箭信号，接过陆地基站的导航接力棒。机动1，收听良好。发现目标。在第431秒，远望7号准确捕获天舟1号，这比预想的时间快了近19秒。从导航开始到天舟1号进入预定轨道，远望7号仅耗时166秒。7启动，任务链路第1平面保持，7溜动进行。天舟1号完美进入预定轨道。会特别激动，就是我们仰望星空的时候，我们发现，在太空当中，有我们中国人。这只是一个开始。接下来的5年，远望7号要频繁驶入太平洋，一次次将火箭送入太空，
逐步搭建起中国的空间站。当今世界，制造强国间的竞争，早已不再是单一产品的竞争，体系化竞争、协同创新竞争，已经成为主旋律。墨子号升空，天眼落成，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大放异彩。暗物质探测卫星悟空已经最先观测到黑洞的新一轮活跃期。驻岛神器天鲲号下水，蛟龙号载人下潜深度世界第一。C919一飞冲天，这些震动世界的重器，无一不是能拉动整个体系升级的利器。从2010年开始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的第一大国，而且这几年呢，我们一直保持着这个第一的位置。但是在发展当中呢，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，我们虽然是制造业第一大国，但还不是强国。我们还需要把大国向强国逐渐的去发展、去转变。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，中国还需要跨越哪些关键门槛？空天体系发动中国的脚步能走多快？通达天下，最有实力跻身全球第一梯队的工程机械，还有哪些短板？造血通脉，作为工业的血液，一个自给自足、高效开采、科学利用的绿色能源体系怎样打造？布局海洋，更远、更深、更强的蓝色未来如何激荡勃发？中国心、中国脑、中国云、中国网，如何成为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新重器？这片创新的沃土上，将展开新的征途。大国重器第2季，记录迈向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中国制造。在下集大国重器中，我们将一起遨游蓝天，大飞机腾空，国产飞机发动机揭开面纱，大推力火箭发动机点火试验全景呈现，助力太空布局，中国卫星制造装备全新亮相，太空密闭生存试验挑战全球极限，迈向制造强国，中国正处在积聚实力的关键时刻。